12月13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记录着发生在南京的一段历史。中共官方把这天定为公祭日。目前，中日交恶，大有水火不容的势头。中共会不会借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唤民族主义情绪，再度升级对日紧张关系呢？12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再度炒作日本军国主义话题，大有火上浇油的意图。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有更头疼的是，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中国人不愿意花钱消费，这问题中共再也回避不了。日货恰恰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价廉物美的优等商品，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煽动人们抵制日货了，那会把仅有的一点消费火苗掐灭。再说了，中共明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消费，与日本的争端，只要有那么一个合适的台阶，中共大可以偃旗息鼓。在中共军机对日本军机雷达扫射的准战真挑衅行为，西方国家大力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声援此起彼伏，中共却行之隐单，非常孤立，站在中共一边，只有俄罗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极力向国际社会灌输一种概念，反而衬托了中共的愚不可及，让台湾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让中共的台湾内政说辞彻底破产。还不止这些，中共正在输掉手上的稀土王牌，美国正在与西方国家包括澳洲和日本建构归和平联盟，川普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将中共拒之门外。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凯达。12月13号是中共官方的公祭日，中共党魁习近平称这个日子记录着国耻。12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借着这样一个日子到来之前，也把日本军国主义拿出来鞭尸。目前，中日关系仿佛蕴藏着干柴烈火之势，中共借这样一个公祭日，是不是还想为这场冲突加上一把柴，让火势烧得更旺呢？真实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有关中日两边的最新报道，可以看出中日冲突这把火最终很可能会熄灭。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彭博社12月12号报道，10多年前，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中共煽动了全国范围内对日本品牌的抵制，甚至引发街头抗议。对比上一次，中共党魁习近平似乎没有这么做。中国经济非常低迷，消费尤其萎靡不振，再像10多年前那样抵制日货，等于是向自己的经济伤口上撒盐，这是不划算的事情。报道说，上周六12月6号，中共战斗机在冲绳外海对日本飞机进行雷达照射之际，上海的食客却蜂拥前往2家新开业的寿司店。日本品牌寿司郎在中国大受欢迎，门店扩展到差不多70家，其中一家传送带寿司店门外的排队时间最长竟达14小时。来自福建22岁的 Oscar 也是新顾客之一。为了讨论敏感话题，他使用了自己的英文名。针对中日近期的争端，他的看法比较平衡。作为中国人，他尊重政府的决定，但日本寿司不是政治问题，只是吃顿饭而已。在外界看来，中日关系已经成为关注焦点，关系似乎越搞越僵，大有剑拔弩张的势头。但对中国14亿消费者来说，仍然是照常做生意。如今，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中共不敢做伤害国内消费的事情，它可以不让国民赴日旅行，限制海产品进口，取消了一些日本演唱会以及日本电影的放映和上映。中共当局却一直不敢像10多年前煽动公众怒火，那把火最后会烧到中共自己。中共为消费低迷伤透了脑筋，经济不好，社会动荡的火山一旦爆发，中共很难收场。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曾任驻华及驻日美国外交官的 Jeremy Chen 指出，煽动公众愤怒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中共政府很难应对这些潜在风险。他说，日本食品和产品在中国仍然极受欢迎，但中共围绕高市早苗言论的争端，对普通公众来说却相当抽象。不过，中共目前可能还没找到合适的台阶可下，中日紧张关系还可能继续维持。尤其12月13号是中共官方的公祭日，中共体制内学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说，如果高市早苗在这个问题上不调整立场，中共很可能会加大施压。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这边。
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并指出，若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近日，立宪民主党参议员石原清美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状，询问高市当时的答询内容是谁制作的。日本时间12月11号夜间，他在社群平台 X 公布了日本政府的回复。根据石原在 X 公布的内容，高市的答询要点是内阁官房事先拟定的。据公布的资料显示，内阁官房事前准备的答询要点记载，关于台湾相关问题，期待透过对话且和平的解决。怎样的事态属于存亡危机事态？日本政府会根据事态的个别具体状况，综合全部资讯下判断等。当时高市早苗也是这样答询的，但在质询反复交锋之际，他说出无论怎么看，这都有可能成为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况。在内阁官房事前准备好的要点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石原在 X 发文指出，这显示当时的答辩是首相个人的见解，并非幕僚所写的内容。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也在11月下旬的党魁讨论会批评高市此番回应是首相的独断专行。他当时的言论被认为超出日本政府内部事先拟定的要点范畴。为此，共同社等日媒推测，高市早苗首相当时在众议院答询时，很可能是临场发挥。这在舆论上已经给足了中共下台阶的机会，就看中共怎么把握了。港媒《镜报》12月12号报道，日本自卫队军机日前遭到中共军机恶意雷达照射，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共破坏国际军事规则。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号与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通话，并讨论此事。小泉进次郎表示，在电话中对赫格塞斯提到，中共与俄罗斯的轰炸机在日本周边共同飞行，并向美方传达将持续在日本周边警戒监视。双方一致认为，中共军方的行动无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两国也将协调于明年初在美国召开双边防长会议。日方有意选在通常国会明年1月开议之前举办。日方主张，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舰载机歼15本月6日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公海上空2次对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战机间歇性照射雷达，时间长达30分钟。日方指控此举已经是违反国际和平状态下的军事规则。日本统合幕僚长内仓浩昭在12月11号的记者会上说，自己30年前就是开 F-15战机执行领空防御任务的飞官。他以自身经历来看待这起事件，并表示他过去执勤6年的时间里，并没有遇到像这样间歇性照射雷达长达30分钟的状况。内仓表示，自己身为飞官的那段时间，每次出勤前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并不断告诫自己冷静、严肃。他强调，当飞官执行防御任务时，当下的自身压力都不小，更何况是遇到像这次那样的事件，这对于飞行员来说，必须承受莫大、巨大的压力。中日两国紧张关系最终可能恢复平静。中共因国内经济恶化，早已没有与日本打持久战的本钱了。内需是中国经济最大毒点。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誓言促进内需，这将是中共2026年经济工作的优先选项。这意味着在外交事务上，中共的空间非常狭窄。川普就不同了，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路径非常清晰，在对付中共方面显得游刃有余。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体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以及我们与日本持续的贸易关系中。至于中共，川普总统也与习近平保持着良好工作关系，在川普看来，这对美国是一件好事。从白宫发言人的表述里可以看出，川普与日本的友谊是私人的，这就是说，川普和日本的关系非常亲密，是无话不说的真实朋友。与习近平的关系仅限于工作交往，谈不上私人友谊。对于中日争端，西方国家明显站到日本这边。12月12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电话会谈，讨论了中共军机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飞机以及中俄轰炸机在日本附近联合飞行等事件。美日双方一致认为，中共的行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双方还确认将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
12月12号当天，美国和日本军队在日本海举行了联合演习，2架美国 B-52轰炸机参加了演习，成为美国支持日本对抗中俄的强烈信号。12月10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举行了视频会议，表达了对涉及中共和俄罗斯的安全紧张局势加剧的严重关切。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雷达事件以及近期中俄两国飞机的联合巡逻行动令人遗憾。他还强调，印太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完全密不可分。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感同身受日本周边发生的事，两国有必要加强合作。对于中共四处宣扬的所谓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老掉牙说法，各国政府并不认同。所谓二战战败国，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早已经是现代民主国家，位列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大国，与中共的二战叙事格格不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最近指出，东南亚已经放下日本占领的历史，日本在该地区的形象是正面的，对区域安全稳定扮演着重要角色。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宋文迪认为，中共的对外信息传递可能也是针对国内受众。中共其实非常愚蠢，中共因台湾问题四处向国际社会求援，实际上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了，打破了中共一直以来宣称的台湾是国内事务的立场，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的行为。目前似乎只有俄罗斯公开站在中共一边，多次批评高市的言论，可见中共能拉拢的盟友少得可怜。在与日本的争端中，中共理屈词穷，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抛弃。同样，中共死死攥住稀土这张所谓王牌不放。到了今天，中共正输掉手里这张牌。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5个国家签署了硅和平宣言，目的是确保人工智慧所需的硅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Pax Silicon 硅和平源自拉丁语 Pax 意味和平、稳定和长期繁荣，而 Silica 指的是二氧化硅，这种化合物经过提炼后可得到硅。硅是构成人工智慧所需计算机晶圆的基础化学元素之一。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卫造、半导体、人工智慧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声明特别强调，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并非旨在孤立其他国家，但却是对强制性依赖关系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加的回应。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生产国，也几乎垄断了稀土的生产。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中共也越来越倾向将这些关键的材料武器化。今年10月初，中共宣布加强对稀土的出口管控。声明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已经形成明确共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值得信赖的技术和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首批6个国家中有4个来自亚太地区。除了6个签约的国家，首届硅和平峰会还汇聚了来自荷兰、英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国家拥有推动全球人工智慧供应链发展的重要企业和投资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